我已经大概2个月没有朋友了。对，这也算是我们影后的烦恼。我要去接一个比我更帅的女生。你好烂哦，滚开！我突然间想起来，你好像曾经也对我某一个前男友说过这句话。我跟他认识了非常非常久。慢慢人生不就这样子吗？不笑就是哭啊！我真的不知道这一集内容你们可以用多少。你好烦哦！我赢了。有的时候，演员身在一个工作状态的时候，是很难讲出自己的情绪的。我们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自在，可是面对工作是很想要把自己的专业完整版的呈现，所以更不希望自己的情绪会影响到任何人。OK， 这里，那我下去找他好了，他应该不认得这台车。说真的，你怎么看起来这么刚起床啊？刚起床哦。我今天就是本来8点45要到那边去梳化，然后结果我就因为刚下薪都大夜班，又吃了一个非常好的助眠药。助眠药是吗？睡到炸。我手机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这就是影后的日常。脑袋不知道对，在放。是影后的，她演了非常多的女强人，但是不一定跟她日常生活有关系哦。是的。对，平常没那么强，平常有点弱智，东西都不知道自己放哪里。真的。对于一个女明星，你常常在后面帮我捡东西啊。我是啊，但是就对于一个女明星，还可以忘记自己的说话时间，我觉得你真的很不在乎你自己长什么样子哦。算了，那就这样吧，反正跟你在一起很快乐就好，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我昨天下午有睡，然后昨天下午还梦到很奇怪的梦。我梦到借到了一个很奇怪的拍摄现场，然后很多人在那边，然后监制开始大骂。就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呢，骂完之后呢，突然间有人在那个就是我们住的那一户的对面拿十字弓射我。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这演员的梦都一定要这么有剧情的吗？是好完整的起承转合，连道具什么都有十字弓，我看到那个。就是对面有那个十字弓，然后反射的时候，我就立马跟大家说趴下，睡到一个超累，好疲劳的梦哦。你拍这档累吗？这一档是都在台北吗？还是几乎都在台北，然后偶尔去新竹。那我觉得那个累就是身体上 OK， 可以负荷。对，但脑袋很累。我前天在现场肠胃炎，很不舒服，然后买了一碗小米粥，大概中午买的吧。然后结果晚上12点收工，我想把它带回家。对，我说这应该明天还可以吃。你知道生蚝在旁边怒斥我，他说丢掉。对，然后前天杀青日，我妈要煮几个素水饺，我也觉得素的东西比较不会坏。没有，就是忘了放冰箱，结果隔天本来想吃，然后昨天被家中怒斥，丢掉，我不想浪费。Oh my god！ 你真的是可以活到现在，也是蛮不容易的，怎么都没有自己毒死你自己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这一次真的太不舒服，所以我现在正在深深反省这一点。很好，终于有点学点教训了。这档是精神压力很大吗？我觉得其实都还可以，但是我觉得是韩文压力有点大。你要讲韩文？对，我要就是莫名其妙蹦出几句韩文。天哪！你看我手上这样哦，那个是小抄吗？韩文小抄哦。韩文小抄，好可爱哦，好好笑哦。而且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大家现场也会觉得为什么我写在手上？对。但因为你如果突然间不记得，你要再跟人家拿剧本，
就会有人要从不是球，就是远方拿来，远方拿过来，然后你再记一记之后再给他，然后可能下一次我又忘记了，他又要从远方再拿来。对，我会觉得很浪费，很浪费时间，我就直接写在手上。你写在手上那个真的很像我们小时候作弊的时候会做的事情。反正长袖没人看得到，我要看的时候我就这样把它撸起来。对啊，我的台词里面就是我自己在讲台词的时候，也就是音加喊。哇，其实蛮不容易的。I have to buy some kinyompung for my 亲姑。to my 亲姑吗？但说真的，你有遇到这件事情很多次了吧？因为你待了那么多国际组跟你知道各国演员。哦，但是我第一次跟韩国人拍戏耶。哦，你第一次跟韩国人拍戏？我应该吧，我之前好像没有碰过。你说有时候讲什么法文、英文，都还是好像稍微熟悉，有 get 到的语言。对，就是猜得到，猜得到，就是听到 key point 可以猜得到。可是这个就你就每天在听。有手嘎拿喂，还有这个。他有一天，他就是有朋友韩国编剧朋友来，然后他就说我们到底怎么沟通？他说我们要么就是 translate， 然后他说不然的话，然后就跟我讲日文。我每次跟人家讲话，就搞不大清楚嘛，但是大概有一点知道他在讲什么，然后又没办法讲那么好，我就会跟他讲说，いいです。いいです。你比较习惯早班还是中班？我其实习惯早班。你就是你是应该说，如果想要有一点人生的话，我会想要早班，对不对？至少晚上可以跟你们碰面这样子。不然的话，我已经大概2个月没有朋友了。对。这也算是我们影后的烦恼，就是因为他工作太忙碌，所以他没有朋友了。没有朋友，然后本来以前大家还会在刚开拍的时候，传个讯息说要探班什么的。Like me 啊，就 Like me， 我会说我要去探班，但其实一直都没有出现。对，到后面你们就发现我忙之后连讯息都不会来，因为觉得反正我也不会回。是因为你就是忙起来就是人会不见的那种，对我来说。对，因为我不喜欢一直看手机。对。人会不见型。我手机打开来就是打那个消消乐之类的游戏。消消乐哦 ，Candy Crush 还是什么的，我忘了它叫什么名字。这居然是你的疗愈方式。对，然后打一打之后，我发现自己没有命了，可是你还在等戏的时候就很生气，然后就去除职了。你是玩游戏会花钱买的人？我是战士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好像。哎呦，昨天忘了打，太小便宜。我调一下我的帽子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反正既然你都长这样，我们也不要去什么其他地方，我们就去按摩。你觉得怎么？按摩 OK 吗？按摩可以吧？太棒了，因为你才刚杀青。对我好久没按了。是哦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这按完之后，你的腿就会松很。太好了，那会细吗？会可能一点点就好。那赶快帮我的那个眼袋弄一下，谢谢。我吹完说不定就好了。你眼袋怎么了？我觉得之前大过敏很久，所以它现在就是有一点变硬，就是有一点纤维化。哇塞，你该不会都是这样跟完你这1年所有工作吧？对啊。你也不能不工作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就，而且可能又拍得很累，你根本没有真的大休，就是每一天都大夜，然后拍得很累，然后压力很大，然后又看自己这个样子，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。然后最讨厌的是，旁边的人看你的时候说：“哦，你这样好可怜。”哦，我真的是受不了，可不可以就假装没这件事情发生过？我只要被别人讲说：“哦，你这样好可怜”，我就会觉得。不要让我觉得自己可怜，所以之前就被大家讲说整形失败。我想说，是谁会把自己整成这个样子？到底是有多幽默？不是要变好看吗？为什么会突然间？医生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要眼袋肿起来。
你好烦哦！为什么一个听起来有点难过的故事被你讲，我一直很想笑。慢慢人生不就这样子吗？不笑就是哭啊。我们可能就是白天还好，如果真的晚上出去喝2杯，可能讲一讲两个就开始哭了，对，就会哭了，对。就像我小时候，大家不是都看到我过来捏捏我的脸嘛什么的。第一个问题是啊，好可爱哦，是不是混血？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过来摸我的脸。我也超讨厌别人摸我的脸的。我帅哥可以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接下来就是哎，你混哪里啊？法国。你会讲法文吗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我就想说，跟你屁事啊！哦，so sorry。如果我小时候可以这样回答就好了。哦，但是我有一次心情不好，我就直接跟他讲说，因为我爸跟我妈从小就没有在一起，也不想对别人那么不好，但是有时候被弄到后面，真的就会觉得，你能不能停下来给别人一点隐私啊？我跟你真的不熟，你有必要问我那么多问题吗？我们小时候要是有如此伶牙俐齿的话就好了。那可能在这行也混不下去。你好像一直都蛮怡然自得的哦。你说我一路以来吗？那你有真的碰到讨人厌的前辈，然后直接说出来吗？你说我直接遇到讨人厌前辈，然后直接跟他说：“嘿，我讨厌你，这样吗？”好像没有。你脾气好好哦。啊，不然你怎么办？赏他巴掌吗？我直接骂真的假的？我受不了这种。可是你的骂是不是都是偏威吓版，就是不带脏，不是人身攻击版？我的意思是，就是阻止他做这件事的意思。我可能就是你超烂，给我闭嘴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我突然间想起来，你好像曾经也对我某一个前男友说过这句话。你想起来了吗？前情提要就是曾经呢，我的老公蓉蓉女士呢，她为什么会成为老公，就是因为她会为我出头。我突然间想起来，你好像曾经也对我某一个前男友说过这句话。你想起来了吗？就是某一个铁板烧，狭路相逢，你就对那前男友噼啪啦噼啪啦。我说你很讨厌，可以走开。你真的是有话直说到不行哎！我真的讨厌一个人，我很少讨厌别人，对，但就是可能真的不太认识，我真的当下讨厌那个人的时候，我真的受不了跟他存在同一个空间里面，就是跟他呼吸同一个空气都觉得很不舒服，就是要么你走，不然我走。但是现在我们在这里吃饭，吃得好好的，所以你走。对，你说那天我们那个场景嘛，对，我明白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一集内容你们可以用多少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怎么用也只会用24分钟啊。我小时候单亲嘛，然后我妈又常常就是来回巴黎，我们算是那种开舶来品店这样子，然后家里也没什么人，然后我舅老爷也不会理我，就是一个待在房间可能玩得更快乐的人，然后所以我就自己常常在家玩芭比，然后就跟他们演戏，然后我有时候很无聊，我自己在家里就是可能看了什么片，我就把自己打扮成老奶奶或者强力逮捕，打扮之前在门口等我弟，你在等他回来。你知道讲到打扮那个 cosplay， 你记不记得有一年我生日，然后我那一年生日的主题好像是什么黑道大哥与他的女人，所有人一心一意都会觉得女生就会扮他的女人来，没有你扮了黑道大哥来，你还记得吗？穿了一个那个纹身的什么袖套。觉得应该是很土很怂的那种挂卡，对，还不是好看的8-9的哦，是就是怂的袖套来。我酒都醒了，我傻眼。有人会不敢接近你吗？因为你严肃不笑的时候，有吗？也是会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像我最近就是辈分越来越长了，所以常常会遇到一些稍微年轻一点的新进后辈，哇，他们是
会不敢跟我说话的耶，然后拍戏手会抖哎，真的假的啊？对，我觉得应该血糖太低吧。我又没凶你，你干嘛呢？我最近跟一个很可爱的弟弟叫洪伟哲，他真的超 cute， 超可爱，而且态度超好的。碰到他的弟弟之后，就觉得好像可以开始试着用让他们知道是你会更好的方式，因为不然的话，他不是要走很多我们以前走过的歪路吗？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你真的讲，你是出自内心的想要，是，对，想要好，对。然后可是如果真的被那样讲，我自己会觉得可能会有一点受伤，就是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但被误解成这个意思，所以你就先选择，我就是本来我就先选，对我就是不主动，然后有时候丢接球没丢到，我就一个人觉得我在跟一根 assistant 对演戏，而且我宁可跟一根 assistant 跟一个妈点演戏，如果真的完全没办法对到的话，对啊。可是你每个都会讲吗？我是说，当你遇到我本来需要被教育的时候，我本来都不太会讲这些，因为我都不是会讲的。我本来不太会讲，因为我就不想要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我也有认识一些人，就是你讲完之后，人家就会说，我懂，所以就好想叫他们关机哦，开始讲一些别人。就是你女明星与平凡人的切换很简单，不是你不觉得，身为一名演员，就是要有生活跟活得像个人。当然了，我觉得不然你生活根本很重要。没有办法这一步完之后go on 到下一步。懂，就是那个能量值也是没有到。对啊，因为你每天都在活角色，你不回来活一下自己，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拔耶。可是拔不出来了。我觉得我跟你现在不同，是我还是单身，所以我如果角色然后一结束，我就可以回到我本人。那你还有别的事要忙，因为你又有老公又有小孩，就还是要就是有一点活在其他人希望的期待、家庭生活等等。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爱他们，可是很怕自己做不到。我懂他们心里面女人应该要有的样子，因为他们自己把自己妈妈扮演的还挺好，对，有一个自己的偶包的部分，对，挺好，理解。但这应该也不影响你成为妈妈的样子。我就是看你跟她，我说看跟你女儿，就是很像朋友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很像朋友，亲姑，I have to buy a king of film for my 亲姑。有时候大家对演员其实蛮不友善的。为什么？哦，你说不友善？蛮不友善的。他会觉得，那你又怎样？反正你钱赚比别人多。就是，但是我们没有赚的比别人多很多啊。我就是一个没什么购物欲，然后也不会特别想吃什么的那种。我觉得你就钱放在那边，好像就是放银行，或者是你也没有那么好像很积极的要变成一个有钱人。对，你也没有，或者是一个不小心买了一只本来300块，结果跌到150的股票。我也是，我买的时候它330，我320、150，现在我都不想看了。我们也不适合做投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哪有那个心情在那边天天跟着那个股票上下下？一不起来钱就没。真的 ，Oh my god！ 你不要说到我的痛点好不好？都已经年底了，它还是没有动静。你会想要不做演员吗？不做，会吗？有这件事情发生过吗？目前还没有，就只是在累的时候会说我要退休而已。但是真的心里面还是蛮想演的。我也是就是我想不到除了演员以外，我有什么事情这么有热情的？热忱开个漫画店吧。小时候因为我妈比较严嘛，然后我就会有时候在我妈不在台北的时候，偷偷的翘家外送，然后去
漫画网看一整个晚上的漫画，然后睡在漫画网里面，吃泡面加蛋加奶茶。哇塞！就我还没有跟朋友出去玩，我就是待在漫画店里面，就觉得好chill哦。我们怎么没有一起演过戏啊？奇怪了。对啊，我本来还想说，你知道，在那个公司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塞一下类似这个工作，就类似我们可以合体的事情？对啊，我们应该要一起演戏，好疯哦，好有趣哦！希望有一个单位可以把我们2个人合体。麻烦进，把我们俩合体。可是我们要演什么？如果我们俩合体，我们要演什么？什么角色可以让我们的风度，不是风度哦，是疯的程度得以展现？好可怕！还是我们演一对30+的歌手？我其实觉得这剧本很不错哎，有趣的耶！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耶。然后当时红还是不红，就是我们应该要是年轻一点的时候出道吧？我们不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出道，然后一直不红，但是30+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炸红爆红。好啊，蛮有趣，蛮好笑的，蛮好笑。你说我们本来假装是 Sweetie 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然后红到我们自己都莫名其妙，为什么会因为这首歌炸红？好好笑哎，这个蛮好玩的，这可以变成一个短的啊。可以，哦，真的，直接聊开。好的，您的家已到达，下次再来玩。对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开心开心啊！我们要拍照，等等，对，要拍一张我们我也要拍，两个人我也要拍。对对对，1、2、3，再张。好嘞，감사합니다，同学。你赶快去找你的亲骨吧。我的亲骨在这里。再约了，拜拜啦，再约，再约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认识蓉蓉那么久，一直以来他都是偏报喜不报忧的人。今天可以这么松松的聊天，我其实觉得很不容易。我也有听到蓉蓉的喜怒哀乐，她的烦恼，所以每个人都是有烦恼的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消化，这样就好。我其实现在载到的演员，都让我觉得演员很不容易。虽然我这样讲好像是在帮演员自吹自擂，可是我觉得演员不管是情绪切换，或者是日常的切换，都很不容易。我也会继续做好这个工作，完整版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